大家都好了啊，开始的了。我们这里呢就是早上，你们是晚上。那个 Amy 和 Chris 他们是更早的了。上一次呢，我们呢就讲到这个辩证，就是免疫系统。那么呢，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也可以来说说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就是分析一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你们老师，你们的麦克风没有开的样子。哦，yeah。好，现在开始。OK，我们呢，今天是第3课了。3个星期就是14天的了。14天呢就是3课，今天。那么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辩证，因为你不论看什么辩，都是要以辩证为主。那么今天我也看过一个新闻，这是大陆发表的，他有一个上海的教授，他说整一个上海就是没有中医的，那些所谓的中医纯都是学院派，他们是念史诗的。这个呢，就是说，真的可以治病吗？他说你现在就是去看中医，中医第一个也是要叫你去验血照片，就是不是用脉诊的了。那么呢，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大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中医这个辩证也是采用了西方的辩证法，不是东方的，不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法。那么呢，其实我们很多病都是以西医为标准的了。那么呢，他们就说，所以没有这个中医的了，因为中医阴阳五行这个辩证，第一个，你100个医生就有100个不同的辩证。那么这个辩证法出问题了，那么一般人就说我血压高呀，根本中医呢就属于肝阳上亢，还是血管血瘀阻塞这一类的。但是这个血瘀阻塞和肝阳上亢，他中医是怎么知道的？他中医就困难了，知道这个了。但是西方验血照片，那个就很容易诊断的了。所以呢，我们用现在的西方的诊断法来处理这个中医的开方，但是不论是中西医，它一个大的问题就又来了。这个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不论你得了什么病，第一个就是说我应该吃什么药。中药很多人以为中药不是化学物质的，这个不对啊，中药也是化学的，也是药。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是说我应该吃什么药。譬如得了癌症的人，我应该用食物疗法，食物疗法也是这个化学的作用的。不论你吃什么祖传秘方，都是离不开这个药。那么就一个大问题来了，除了这个药对这个生化有很大的帮助，或者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神经系统来说，这个药就没用了譬如一个人腰痛，你可以吃止痛片，但是轻微的吃止痛片呢，可以压迫神经，严重的你吃什么都没用的了，因为这个是神经的压迫。那么呢，就要按照神经的治疗方法去处理了。中国根本不重视这个物理治疗的，但是西方现在呢，它一路在重视起来。在美国这个针灸现在应该有1万多个针灸师的了，诊所都有好几千个针灸诊所的。就是我们波士顿呢，已经超过纽约已经超过1000多家这个中医诊所的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针灸推拿就是一种物理刺激。那么呢，我们在我们传统的中医有没有重视这种传统的物理疗法呢？没有。现在美国啊，这个物理治疗师，他们都用了这个针灸了，开始了，他们叫 dry needle。这个 dry needle 我也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什么的了。Chris， 你知道这个dry needle 应该中文是什么的？我也不晓得该怎么翻哎。现在它开始流行起来了。那么呢，中国的传统的有没有重视这个 dry needle， 或者这个呢就是针灸疗法？其实 dry needle 转化为一个现代的语言呀，其实就是中国的针灸。那么呢，它这个 dry needle 有没有按照中国这个传统的经络理论呢？没有，他们呢都是以阿术穴为主。那么这个阿术穴为主，它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啊，他们也没有用上这个神经学说的，所以呢，它解决了一点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一般这些物理治疗师用的这个 dry needle 就是干针的了啊，它就是以这个阿术穴为主的啊。他说有很大的疗效，但是他也没有用上这个神经学说他更加没有用上中国这个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的。那么呢，我们呢今天呢也来说说这个阿术穴因为我们上次学到了这一个免疫。自体免疫疗法有两种的，一个是细菌性的，细菌性是急性的感染的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帮助，我们的疗法有帮助，但是我们的疗法比不上西方的这个抗生素。既然抗生素有效，那么呢，我们就处理他们那些没效的了。那么西方中西医包括民间疗法，对于这个自体免疫功能失调，目前还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他们少了这个神经学说，所以呢，他们也是没办法。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讨论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自体免疫功能，西方目前都是以吃这个类固醇之类的药，这些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很多人呢还有很大的副作用的。那么说西方现在有的用这个类固醇不成了，说很多自体免疫功能的就用上了这个化疗。既然这个那个化疗有没有作用？也没有作用只是一个口号。我这里呢也见了很多人有了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用上了化疗，那个病人痛苦但是病人还以为医生又是新的药，又是这么高明，医生又是一个好的。那么呢，说来说去呢，就是都是在骗人，骗自己。那么他凭什么用这个化疗来处理这个自体免疫功能？我还见过呢，有的用放射疗法来治理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这个自体免疫功能，那么呢，它呢就是用放射疗法来伤害这个胸腺的。那么呢，他以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死的人更多。但是他们在乎吗？没人在乎反正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出一条道路，怎么可以治好这个自体免疫功能？其实呢，我们呢上2次上课，自体免疫功能就要记住1、2、3、4、7。
但是我的记忆力啊不好，说现在就1、2、3、4、5、6、7那就好了。那么因为你多做了5和6也没关系的，这个不会有伤害。那么呢，说先就1、2、3、4、5、6、7，由1数到7，大概你会数。但是由1数到7，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数的。因为呢，我们用的这些穴位啊，是华佗扎棘的。华佗扎棘和这个膀胱经，传统的膀胱经有很大分别的。因为这个华佗扎棘呢，你可以摸得到的。这个哪个我们说的左在点可以摸得到，但是去了这个膀胱经，2个膀胱经在旁边，你就摸不到的了，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去摸人家的检查这个华佗扎棘，或者检查这个膀胱经的。所以呢，20年前呢，我就写了一部书叫《按诊》。这个按诊呢，就是用手去感觉病人的左侧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呢就是我这差不多30年了，成功了。所以呢，就是今天要将这个分享好，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关于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那么自体免疫功能跟这个免疫功能，我们的疗法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这个1、2、3、4、7哪里出来。譬如有一个人很容易得到感冒，那么这得到感冒呢，有的经常性感冒，还有呢花粉。这个感冒是外来的，也就是说它本身的 B 细胞或者 T 细胞失调了，就引起这个经常性的感冒的。所以呢，我们也处理了很多这个经常性的感冒、花粉这一类的，也是很成功的。好，看看大家有什么提出来，我们再Isabel。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讲说打通1、2、3、4、7。那刚刚您讲到说，就是说，神经他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受到压迫吗？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氧气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摸的时候呢，都摸到有结节的，有结节的地方呢，就是压迫神经，而且还有明显的痛。这个呢，你这个压痛点呢，也是一个神经系统的，跟这个氧气没关系好，还有清楚。老师还有在，就是其实我上一次我们第2堂课，我有个地方我有一点点 confuse， 就是说我们有讲到膈神经。那因为膈神经它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是讲到氧气神经的这一部分，然后在后面我们有讲到3个氧气体中心。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氧气神经膈神经，它是属于3个氧气体的其中的2个吗？还是它只是 C5 颈动脉那一部分？它这个3个氧气体呢，它都是连接这个人脑，再回到这个下丘脑的。那么这个膈神经是一个很混乱的神经，因为神经系统呢，我们只有2个神经系统的分类。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呢，就是可以用意念去控制它的。比如我举手，是我用意念去举手的。那么呢，凡是用意念的，这个是运动神经所管的。但是还有一个5脏6腑的神经，不是你的意念可以改变的。譬如我们消化系统、心跳5脏6腑每一个神经呢，都是属于自体免疫神经的，也是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或者叫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不是用我的意念思维可以改变的，但是它的膈神经呢是2个都有的，所以分类呢它就乱了。意念可以控制这个膈神经的，但是你睡觉的时候就不可以用意念控制这个膈神经了，那个也是一种
一种属于植物神经的了，是自我调整的。但是我们呢，刚刚有一个人叫 Curtis， 他呢就是练了气功，很多时候呢有很多人练这个瑜伽或者练什么什么气功，练呼吸的。那么你练呼吸的时候，就是说我练呼吸就是用意念去控制这个神经的。那么你做的越长的时候，那么呢这个膈神经就需要有一个意念去控制它，就反而消失了它原来自我调整的功能的了。它有的时候过分依赖你用意念去，你一不用意念，那么这膈神经的工作就混乱了。所以呢，我们练气功、练冥想、呼吸就不要考虑啊。最好呢，我这里我教了太极拳都有差不多40年了。第一个，学生绝对不准练这个呼吸的。我教气功呀有30多年了，学生来的绝对不准练呼吸。你不练呼吸，你这个思维就不是用思维去控制这个膈神经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自己是一个大问题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不准练，我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提倡不准练呼吸。那么你心平气和，这个呼吸就畅顺了。还有一个，你膈神经也很容易产生这个阻滞的，所以呢，我们就保持这个膈神经哪里畅通无阻。还有一个，这个膈神经呢，还有一个就是凡是得癌症的，不论什么癌，膈神经哪里呢一定有一个阻滞点的。所以呢，我们治癌症的第一个就是要将这个膈神经打通它。但是目前西方医学对这个膈神经也不处理，理论上也没有将它分类，到底它是哪一类型的神经。所以呢，它也是一个独立的神经的系统，既可以用这个意念控制，而且又属于这个不需要意念去控制，只是你的潜意识在哪里呼吸。所以呢，我们这个系统就是说有很多人做这个冥想的了，就是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呼吸，因为很多冥想的第一课就叫人家呼吸，做到还没做到稳，怎么练呼吸？还要用意念去控制它，因为你不做，就说你的意念不坚强，你没信心，就一大堆的那个学生思想就混乱了，也不敢说的了。所以呢，40年前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叫 TM Meditation。TM Meditation 中文叫什么？是印度的瑜伽的了。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报纸上那个报道，也说很多人出现了这个走火入魔的状况了，叫那些人要留意。40年过去了，这个没有人留意，反而更加有很多人你要练呼吸，呼吸一好就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好的，他们没有想到坏的哪一边啊。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还有一个老师，你回答的更多了，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 confuse 的地方在哪里了。那不过谢谢老师，你讲的更深入，有关于膈神经这一块，因为我是把膈神经跟3个阳气中心 confuse 在一起。因为这个膈神经很多人呢都会出现这个毛病的，而且中西医都没有人去重视这个神经的。所以呢，但是我们很重视这个神经的，所以呢就强调这个神经要留意。老师，你不是说过初级练这瑜伽或是静坐冥想的人，不要去刻意的练呼吸，不然很容易有这个走火入魔的这个现象。但是你练到高层的时候就可以去练了。其实很多我们的太极拳也是道家的了，
他也不主张这个呼吸的。我也想到这个问题，用气来控制你的动作，有的时候很混乱的，所以思想的混乱啊，跟这个练习有很大的关联的。所以呢，索性不练，心平气和的了，就是练到心平气和，不胡思乱想，那个这个人这个 blockage 也少了啊，左这点少，气也通了。可是你这样讲就颠覆了很多就说所谓瑜伽、静坐这些的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最基本就要从呼吸着手。但是他这个也要自我检讨啊，一个高僧在里面打坐闭关啊，闭关的时候，他是不是老是想着呼吸呢？不需要的啊，他已经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自我调节的了。为什么我们在哪里打坐要想这么多？你又要人家不想，又要人家一手丹田，又要呼吸，那个产生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呢，每一家这个呼吸呢，又有顺式的、逆式的，呼吸也分很多种类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让心定下来，你的呼吸自然就畅顺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对，但是有没有人提到呼吸的时候，整个世界有没有人提到这个膈神经呢？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任何的资料记载这个膈神经对人的呼吸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呢还是强调不做，那个什么头痛呢都没了。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做，那个也没有觉得我的那个气不顺，没有，还是觉得这个气很畅顺的。好，还有一个举手的啊，说老师，请问一下，那个过敏算不算也是跟这个有关，跟自律跟免疫系统有关？过敏绝对是，就是过敏绝对是这个免疫系统引起的。好，那么过敏呢，他有的人，这是急性的过敏。我们吃的东西吃的不对就过敏了，我们的空气有花粉有病毒也是过敏的了，所以每一个人的过敏的都不一样。那么这个过敏呢，第一个你里面进的东西有毒的没毒的，那么呢这个 B 细胞的功能失调了啊，或者是 T 细胞的功能失调了，都是两个的。我们这里处理有胃的过敏，还有皮肤的过敏，还有这个细菌的、花粉的，而且那些所谓 bacteria 的过敏，每一样的过敏不一样啊。所以呢，过敏目前也是一个大问题啊。那么呢，我们又说过敏，你到底过敏的是什么？然后有的人一过敏，第一个过敏空气的，就是由鼻子那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鼻子了。比如我们现在这个 Omicron， 它也是属于这个免疫系统，但是你这个鼻子已经出了问题，这个空气的，那么食物呢就食道和胃的啊，皮肤的也有过敏的，过敏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都离不开这个自体免疫功能或者是这个免疫功能。所以呢，一切的过敏，我们第一个就要走到这个也是1、2、3、4、7你忘记的话1、2、3、4、5、6、7，那个呢就记得的了啊。这是 T 的1、2、3、4、7。胸椎。OK， 所以呢，你要牢牢的记住1、2、3、4、7，那么呢，基本上所有的自体免疫功能都解决的了。那么呢，我们这里处理的自体免疫功能都是很成功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自体免疫功能，
那就是意思表你自己已经有了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问题的了。是啊。那么为什么你的自体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自体免疫功能不一样？那个呢，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自体免疫功能不一样。愿闻其详。不是啊，这个不是心理的，是生理的，啊。那么呢，你第一天我见到你，我们在网上的时候呢，你就是有这个胰腺炎。胰腺炎呢，中西医都难啊，因为这个炎症，这个炎症就是 ITIS， 炎症，啊，这个英文 ITIS 的pancreatitis， 这个呢，这个炎症是慢性的，这个就是说你的 T 细胞攻击你的胰脏，那么呢，这个胰脏就得了胰腺炎的了。那么全世界的人，我们中医也是说，治本求其本，就是这个本，老是那些人说我们中医是治本，不是单纯治标的。他们说西医是治标的，不治本的。那么这个大问题来了，那么我们的中医知道什么叫本吗？给你把脉，这个人你的本在每一个人都是肾脏出问题的。你进来就说，你肾脏出问题，绝对没错的。我那个时候1988年，哇，35年前了。带了一个团去大陆访问，这个叫波士顿气功访问团。那么呢，他那个时候有很多卖这个药的点的，那旅游点，你一进去，第一个有一个老头打扮扮上好像一个老中医，每一个人进去给你把脉，你的肾亏，你的肾不好，来的人都是肾的问题。这个叫本嘛，那么肾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免疫功能呢？他们也不知道。反正这个药卖出去赚了你的钱就说声 goodbye， 就是这么简单的了。那么呢，我们就说这个胰腺炎为什么治不好？它这个标就是在这个胰腺。那么胰腺它呢又是2个神经控制的。一个是交感呀，就是这个迷走神经；一个就是第七胸椎。一般呢，在右边的机会多，在左边的机会少，因为它这个胰腺是由右环过这个身体区的左边的，它的那个头部就是在这个右边，中间身和这个尾都是在左侧的。就是说，一般来说，糖尿病胰腺炎，一切跟胰脏有关联的，大多是70%、80%以上都是在右边出问题。但是你检查的这个是交感神经，还有这个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呢，就是我们最近呢发现那个叫迷涓腺迷涓腺的了。那么呢，迷涓腺你打通它，按一按哪里是不是有这个压痛点？那么有压痛点呢，就是说这个迷走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再按这个第七胸椎右边，是不是也是卡住了？我们按的是华都扎极，不是膀胱经。那么就是说这2个神经。其中的一个或者是2个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出问题，这里的神经出问题了，它产生的信号，那个它在对这个，因为神经是有一个电和光的信号的，它产生在哪里的信号就错误的了，这个错误的信号，那么经过这个 T 细胞哪里出问题了？他呢就是认为有人攻击他，这个错误的信号就引起了这个 T 细胞对他的攻击。那么呢，
它呢就是说两个是在一起的。我们考虑的是自体免疫功能1、2、3、4、7，但是它7本身已经是胰腺的哪个地方的了，就是说1、2、3、4、7就完全可以将这个胰腺炎完全治好。老师，所以说标是标，那个标跟本，标是那个胰腺发生问题，本是在迷走神经跟 T7 两个地方。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本呢都是这个 T 细胞或者是胸腺出问题了，按照这个方法处理就很容易了。好，还有的人有这个心肌炎，也是炎症，大肠炎也是炎症。胃神经炎也是炎症，气管炎也是炎症，还有我们的这个风湿也是炎症，就是凡是一个炎症，西方难啊。但是五脏六腑其实每一个器官都会产生炎症的。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说，凡是有炎症的，我们呢就是当它是这个什么器官，胃炎，这个胃本身呢是一个标，不是本，但是它的本就是1、2、3、4、7。那么1、2、3、4、7到底是哪一个出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反正1、2、3、4、7做下去，那个呢这个再配合这个标，那么呢我们就标本兼治的了，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一套。好，有的人我这个关节痛、关节炎、肩周炎、网球肘，这些都是炎症的。那么这个炎症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炎症？其实啊，这个呢也是一个神经功能的问题的，就是说你的手用的太多，或者受伤了，那么呢它在哪里呢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我这里有问题了，但是你的免疫系统也有一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指头出现问题了，这个信号不一样了，所以呢，它就要攻击它，攻击它呢，这个呢就是炎症了。所以呢，我们不论是什么炎症，第一个就要看它哪里出问题，然后再配合1、2、3、4、7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了。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标，所有的阿是穴都是标？不是每一个器官的地方，都是一个标。譬如我们免疫系统，它1、2、3、4、7按下去的时候也是有痛的，那个也是一个痛点。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去想，从来也没有人去按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治好那些病。那么呢，一个是病人说我哪里痛，这个叫阿是穴；一个是我们检查的时候压到哪里出问题，那个也是可以叫阿是穴，或者叫压痛点啊。阿是穴也叫压痛点。但是我们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压，你就不能说哪里没痛啊，所以呢，我写那个按诊这个书就是这样，我们用按的方法去检查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就不是用中医这个脉诊，脉诊的争辩太大，按诊没有争辩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重复的，譬如乳癌的人最明显，他在第4胸椎一定有明显的压痛点，那个就可重复性的了。所以呢，当西医检查了有一个毛病的时候，譬如，然后西医说你这个气管炎，那么我们一按1、2、3、4、7，其中真的有痛。然后就这样
松弛了，那么这个自体免疫的功能疾病就解决了。因为中西医处理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办法。包括那些替代疗法 ，alternative medicine 也没办法啊，因为每一个人想的都是化学功能，有没有人想到生物的功能？那么呢，就是我们辩证。那么呢，西方医学给你一个诊断，那么呢，我们用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解释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个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呢，也是我们成功的。这个病例太多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包括你自己的。所以老师刚刚针对您讲的那个过敏，那如果说像比方我是过敏很多种，那个西医说你不必花大钱去找原因，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会过敏，你自己很清楚。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从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 T 细胞是从那个胸腺这边开始着手。就是我们也就重视这个食物疗法的这个过敏，譬如最容易过敏呢，就是这个高蛋白的东西。高蛋白呢，就以海鲜为主的了。有很多人一吃这个海鲜就过敏，那个要小心。那么为什么过敏呢？也是1、2、3、4、7，还有一个你吃的东西过敏，就是跟这个消化系统也有关联的了。所以呢，那么你吃的东西，因为它的信号太强了，那么呢，这个 T 细胞又认为有人来攻击它，所以呢就攻击你的器官和你那个食物的了。所以呢，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食物疗法，反对所有的药物，没有，只是我们这个神经系统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啊。好，譬如一个人对花粉有过敏，我们在这里对花粉过敏是很常见的，基本上超过1半的人都有这个过敏的。那么呢，有的人喜欢，特别现在喜欢戴口罩也可以，或者少到那个花粉的地方去，也是一个预防的方式。但是预防你不如调整，调整好。他有的人老是感冒的。老是感冒，经过我们的疗法之后呢，就没有感冒了。我来美国离开大陆50年了，一共3次感冒。哇！而且3次感冒，每一次感冒呢，都是被那个雨水淋了雨水才产生感冒，那个也很不错的了啊。好，意思表你有什么？老师，我想再请教您刚讲到的食物疗法，因为它可能就是产生了那些讯号，因为那些 signal 错误。那如果说你今天免疫系统有问题的话，我知道老师你有一本书叫屁股，那个时候我做屁股，然后我阻断了这一些讯号产生错误的机会。它对免疫系统的帮助是如何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这个免疫系统呢，是一个机械性的 mechanical 机械性的压迫神经的。这个机械性压迫神经呢，我们又用机械性的方式去处理。然后呢，我们将来呢，到了论治的时候会讨论怎么去处理它。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辩证，我们才可以论治。现在很多人我们这个也是我昨天做的这个帽子
现在呀，有很多人呢用上了我们这些东西的了啊，不知道大家啊，意思表你也用上这些东西，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论是我现在只有这一个。对，我下次把睡觉前放在胸口上。陈医生，刚刚有。陈医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了，第一个就用上了啊，可以分享因为啊。我还没有那个夹子。老师，对不起，我可不可以插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讲到说免疫系统它是机械性的压迫神经。我可以再确认一点，因为我不是太清楚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只要是去把那些神经的地方去，比如说 T 1、2、3、4、5、6、7，去把它敲通，那这个是属于一个物理性的，所以这个就叫机械性的做法吗？这个呢，将来呢我们会讨论这个敲铜人为什么它有效啊，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有小的结节呢，我们可以，但是有的是非常大的，那个就一定要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的了。我们这个论治就是怎么处理，这个是将来我们要讨论的啊。我们身体的炎症太多了，我们身体的炎症，但是包括每一个炎症，它都离不开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老师，所以你刚刚讲说，为什么每个人的那个免疫系统的所发生的问题不一样？是因为说它的每一个源头受到压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才会产生每一个的。因为呢，我们呢，每一个人的系统产生不一样的症状，产生了不一样的症状是吗？因为一个很简单的1、2、3、4、7是5个点了，有的人在第一个比较严重，有的在第二，就是每一个压痛点的地方，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他得到这个病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凡是炎症的1、2、3、4、7就不会出错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最多，哪一个最小，不知道。反正整一个都做，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清楚，谢谢老师。好啊，因为炎症的东西太多了啊，包括骨头的、肌肉的，还有这个基本上每一个器官都会有这个炎症的啊。我们眼睛干眼症就是炎症引起的，或者干眼症引起这个炎症。那么口干也是。好，这个做这个牙医呢，他也是牙周炎，这个也不好治啊，所以牙医也有牙医的这个炎症，可以吃一点的药解决，但是3个月又回来了。所以呢，因为他也没有处理这个1、2、3、4、7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身体基本上每一个器官都会有炎症，但是不论哪一个有炎症，那么由西医诊断你这里有炎症，那么诊断了有炎症，我们的处理方法就是他说你肝炎啊，我们说一个肝炎，因为肝炎的人太多了，肝炎它又分 A、B、C、D， 又有好几个类型的。那么我们就说，不理是哪一个类型的，我们的疗法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啊，你这个肝炎呢，我是怎么传染的，我们不理会这一套，疗法没有变啊。他可以吃他的西药，他可以做他的疗法，但是我们的疗法是独立的。那个现在最严重呢，就是C 型的，就是苯型肝炎，
西方现在讲没办法，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有西神的肝炎的，这个西人的肝炎呢，他们就要发达的了。但是很高比例的中国人、东方人，包括台湾这个整个东南亚，他这个 B 神的有很多，但是 B 神的很多人都不处理。他说你一辈子都可能有这一个，但是有的人 B 神也出现问题了。我们 A、B、C、D 神经已经有 D 神的研究了，都是疗法一样，都是说1、2、3、4、7，肝就是在第9，那么呢，我们就加上一个第9的，属于肝的，那么这就说肝和肝癌有分别吗？有，因为肝癌症不是免疫系统的了，但是很多人治疗这个癌症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呢就说我们要增强你的免疫功能。那么西方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免疫功能？这个癌症不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癌症是新陈代谢出问题了。那么你增强了这个免疫系统，对癌症会有什么影响？会去攻击？哪里受攻击的？免疫系统是保护癌细胞的。那为什么免疫系统要保护癌细胞？这个叫免疫逃逸啊，免疫逃逸，这个叫 immune escape。那个 immune escape 为什么那个化疗的药物这么困难杀死那个癌细胞？为什么？免疫。因为呢，癌细胞所有的癌细胞受到免疫功能的保护啊。所以呢，它现在什么叫这个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对这个癌症就是说破坏不是建设，build up， 这个就是破坏癌细胞外层那个免疫保护，来杀死这个癌细胞的。所以呢，你越是增强你的免疫功能，它越是保护这些癌细胞的。因为呢，这个叫免疫逃逸，immune escape。所以呢，但是有没有西方的专家懂这个道理呢？没有。不论你得到什么，一看哪个教科书还是报纸广告，你吃了我这个就增强你的免疫力。对呀，增强免疫力是保护癌细胞还是破坏癌细胞？那个才是关键的。癌症不是免疫可以解决的，它是新陈代谢出了问题的了。老师，这个免疫是新陈代谢，在西方的概念中也是这样子吗？这个是西方的概念了，不是我的概念了。那他们现在为什么又脱离了新陈代谢，跑到免疫去了呢？那个就卖的药更多了。你真的治好，你怎么卖药？你这个是吗？用药已经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了。因为所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神经系统引起癌症。那么神经系统引起的癌症，它有哪几个方面？4个方面不是生化引起癌症。第一个，氧气缺乏引起癌症，这个是1931年 Otto Warburg 的诺贝尔奖，拿了2次诺贝尔奖的。全世界要公认这个氧气缺乏引起癌症。然后最近这几十年呢，就是生物电引起癌症，这个不可争辩的，已经证实这个生物电引起癌症的了。那么很多理论就说这个癌症是由这个 DNA 就是基因引起的。
那么 DNA 为什么会改变，会引起那个呢？现在的医学证实，这个生物光子引起 DNA 的改变。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引力子改变这个癌细胞的引力子啊，将这个肿瘤送到太空里去，它就由三维空间体积就变了平面的了。就是说，我们就说这4个因素引起癌症，但是癌症呢是细胞的生长出了问题了，细胞的生长不是属于免疫功能的，它是属于新陈代谢功能。所以整一个中西医包括民间疗法，他们对这个到底什么是癌症还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他们没有这个思维去想这4个因素引起这个癌症啊，每一个人啊，你认为你吃了什么，你这个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一大堆的理论，那些理论可以吗？不可以，因为那是反科学的。他们都是用这个生化来解释这个癌症的存在。其实，所有的研究现在证实了这个生物电啊、光子、引力子，还有这个氧气，这4个已经科学证实的了。但是这个不是属于生化的，那么呢，这个用的人就出了这个大的问题的了。好，我们还有几分钟。老师，请问一下，目前就是新陈代谢它最影响最大的一些器官是在于胰脏吗？胰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啊，因为它这个血糖、血液，还有这个它补充能量都是由胰腺那里控制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生长激素，因为细胞的生长离不开这个生长激素的啊。那么我们的生长激素也可以用第一胸椎骨髓来处理。也可以做那个布朗穴 K26 布朗穴。其实这个布朗呢，也是跟这个第7胸椎有关联的，它是反过来的，也是当它是阿术穴用就好了。所以说，老师在新陈代谢上，我们可能比较在乎的就是 T1、T7 跟 K27。现在很多人呢又想到新陈代谢就是减肥的了，在美国减肥比这个胰腺癌啊、这个糖尿病啊，我们会讨论这个糖尿病。那么还有一个糖尿病呢，一型的糖尿病也是这个自体免疫功能的，但是在西方的理论呢，它一型的糖尿病他们就说遗传的，那个呢就反科学的了。你看一型糖尿病，明明教科书说这个 T 细胞攻击了这个胰腺的，为什么这个是遗传的？已经明明是这个自体免疫功能了。那么他们的西方的理论就是说，治不好的病，不论你腰痛还是什么病，都是有2个因素的。第一个是什么 ，Chris？ 心理。你是做医生的了，第一个就是遗传，连腰痛都是遗传的。第二个就是心理，你心理出问题了，所以来来去去的都是心理和遗传这2个，这根本是反科学的这些东西。我们这里的一型糖尿病也治了不少的，都成功的。为什么就解决这个自体免疫功能，调整它，那就成功了。你知道这个胰岛素是加拿大人发明的
然后他的肖像，他的照片呢、还放在加拿大的钞票那里的。我说我连一神的堂那边都治好了，将来我的影像会不会在这个钞票里？好，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什么问题呢？关于今天的？老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最近有几个中史班的同学，他们刚刚拿到那个同仁。那然后我知道我们有个同学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因为约翰你要自己问吗？好哦，就是我刚收到同仁，然后就有一些疑问，就是因为如果学过灵气也可以远距传那个能量，然后那个同仁也是可以远距嘛，然后一般灵气在传的时候会有一些仪式来确保说，我传能量出去的时候，我不会把我很多的杂念啊什么也一起给人家这样。那我们在挑同仁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同仁啊，已经是小孩子都敲的了啊，小孩子敲同仁效果最好的。那么呢，我们30年前呢，我就研究这个同仁疗法。当时的理论呢，就是根据这个集体潜意识的理论。集体潜意识就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很大的突破。集体潜意识就是叫那个100个头子的故事 ，100 Monkey Story。这100 Monkey Story， 在一个小岛的一个头子在哪里洗这个 potato， 在另外一个岛的所有的头子也跟着做的了。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发现了一个叫绛线神经元，那个是意大利医生发现的。绛线神经元就说人是可以远距离存在信息的，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距离。那么到了我们这个量子物理学呢，就可以更加详细的解释远距离和近距离的了。去年还拿了诺贝尔奖的了这一个。所以呢，我们做到论治的时候呢，会讨论这个同源疗法。现在同源疗法都是小孩在敲的了。Chris， 你也可以说说那个小孩子，那个脑癌的那个。Rowan 呀，Rowan 你也见过的。对呀，他是对，告诉他们的故事。1岁的时候得到的那个脑干癌呀。然后做了4次，这个化疗失败了，医生说他没救了。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已经连哭的力量都没有了，连哭的能量都没有。现在呀有6岁了，应该有6岁了。他又给人家撬。而且很多人都喜欢他跳，我们呢这个书上都有他的照片，这个照片和故事要刊登出来，因为呢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思想大革新的时候了，这个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思维还是局限于这个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思想，所以牛顿这个经典物理学影响了世界200多年。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思维出现，就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呢，就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所以呢，我们要做最新的思维，不要用旧的思维来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就是量子物理学。以前我们用这个集体潜意识。我们呢，你们这里也有很多身心灵的学生的了。因为呢，这个林聪明啊，还有那个台大的校长啊，一大堆，他们有一个身心灵协会什么什么的讲课。我只是发了一个短信给胡慧仁，什么叫人？身体知道了 body， 心理知道思维和意念，这个人是什么？那么这个大问题来了。
那么呢，我们的人，我们这个童年疗法，这个人就是什么？这个人灵魂。当然不是。所以呢，我上个星期就说灵魂英文叫什么 soul。 那么呢，还有一个精神叫 spirit。 spirit 和 soul 是有分别的。在我从这个那个牛津字典那里走这个答案，soul 是你一个人的灵魂，但是这个精神这个 spirit 就不是属于个人的了。The Spirit of America， 这是美国精神呢，是一个集体，一个 group 组成的了，不是属于。但是你扎进去，你就有一种美国的精神。The Spirit of Taiwan，The Spirit of whatever，The Spirit of Tongan，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pirit 的。那么呢，这个 spirit 可不可以说这个是人？可以啊。那么这个 spirit 是人，他呢，是不是只有你在这里才有？不是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多维宇宙，或者叫平衡宇宙。那么 spirit 可不可以说这个是平衡宇宙，或者是多维宇宙？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平衡宇宙、多维宇宙。做了8个乳癌的也很成功，是另外一种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呢，在我们这个论治的时候会讨论的，所以一步一步的来的。好啦，今天呢，我们又超过这个时间了，要加收钱的啊 ，overtime 要加费是吧？好。补你1块饼干。月和刚才就说你有问的问题就是。